AI 真的要覺醒了嗎？你有沒有發現，這2年關於人工智能的新聞越來越像科幻電影？今天有 AI 幫你寫文章，明天有 AI 替你畫畫、編程、做視頻，後天又有人說 AI 已經開始參與科學研究，甚至可能改變整個社會。就在最近，聯合國再次發出警告，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正在超過科學認知和監管能力。如果不能及時建立有效的治理機制，它可能帶來深遠甚至災難性的風險。很多人看到這裡，第一反應就是 AI 是不是快要覺醒了？電影裡的天網會不會真的出現？如果你也是這麼想的，那今天這期視頻也許會改變你的看法。因為這次聯合國真正擔心的並不是 AI 已經擁有了意識，真正的問題比這複雜得多。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，過去100多年，人類經歷了很多次技術革命，電力改變了工業，汽車改變了交通，互聯網改變了信息傳播，智能手機改变了每個人的生活。但這些技術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社會還有時間去適應，學校可以更新課程，企業可以調整商業模式，政府可以慢慢制定法律，人們也有時間學習新的技能。可是人工智能不一樣。如果把時間拨回到幾年前，大多數人对 AI 的印象還只是聊天機器人、語音助手或者下棋很厲害的程序。可短短幾年時間，它已經開始進入醫療、教育、金融、科研、法律、影視制作、軟件開發等越來越多的領域，能力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上一個新台階。請注意，是每隔幾個月，不是年。問題來了，如果技術1年進步幾次，而法律幾年才能更新一次，誰會跑得更快？答案顯而易見，這也是聯合國擔心的第一件事，不是 AI 已經失控，而是人類制定規則的速度已經開始追不上 AI 發展的速度。那麼這次聯合國擔心的到底是什麼？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科幻電影裡的情節，而是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現實問題。比如深度偽造技術，今天一段視頻、一段聲音已經越来越難分辨真假。未來，當普通人幾乎無法判斷眼前的信息是真是假時，整個社會的信息信任体系都会受到挑戰。再比如網絡安全， AI 可以幫助安全人員發現漏洞，也可能幫助攻擊者更快地尋找漏洞。同一種技術可以用於防禦，也可以用於攻擊。還有更重要的是就業。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大規模替代的是體力劳動，而人工智能这一次是開始廣泛影響腦力勞動。程序員、設計師、翻譯、客服、文案、法律助理，越來越多的職業都開始思考一個問題：未來 AI 到底會成為助手還是競爭者？除此之外，還有自動決策、算法偏見、隱私保護、關鍵基礎設施安全等問題。這些才是國際社會今天最關注的現實風險。請注意，這裡面沒有一個問題要求 AI 必須擁有意識。沒有意識，它照樣可能改變整個社會。說到這裡，也許有人會問，既然 AI 還沒有意識，為什麼大家總喜歡討論 AI 覺醒？因為很多人把2個概念混在了一起，一個叫智能，一個叫意識，它們並不是同一件事兒。智能意味着解決問題、學習、推理、規劃、分析；意識則意味着擁有主觀體驗，比如你知道疼是什麼感覺，你知道快樂是什麼感覺，你知道自己正在思考。這種第一人稱體驗才是意識討論的核心。目前，請注意，我只能說，到目前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今天的大模型已經擁有這種主觀體驗。它可以表現得越來越聰明，但聰明並不自動等於有意識。這一點是很多討論最容易混淆的地方。那麼，既然目前來說 AI 還沒有意識，為什麼聯合國還會如此重視 AI？ 答案其實很簡單，因為一個沒有意識的系統同樣可以影響整個世界。飛機沒有意識，但它改變了全球交通；互聯網沒有意識，卻重塑了人類的信息傳播方式；股票交易算法沒有意識，卻可能在幾秒鐘內影響全球金融市場。所以，技術是否危險，並不取決於它有沒有意識，而取決於它擁有多大的能力，以及人類是否能夠有效管理這種能力。說到這裡，我想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：如果未來某一天 AI 始終都沒有意識，但是它已經能夠輔助醫生診斷疾病，幫助科學家設計新藥，
管理城市交通，控制工業生產，參與金融交易，甚至輔助軍事決策。那麼，我們真正需要擔心的，到底是 AI 有沒有意識，還是我們有沒有準備好與一個能力越來越強的系統共同生活？也許這才是這次聯合國真正想提醒我們的事情。那麼下一期我們將繼續討論一個比今天更難回答的問題：AI 未來到底會不會擁有意識？更重要的是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必須先回答另一個問題：意識到底是什麼？聽起來很簡單，但直到今天，全世界最頂尖的神經科學家、人工智能研究者和哲學家都還沒有找到公認的答案。而真正令人驚訝的是，也許人類對意識最大的未知，並不是來自人工智能，而是來自我們自己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